继去年芬兰成功加入北约后，瑞典何时加入成为最后的悬念。随着上个月土耳其批评瑞典入约，匈牙利成为最后一个反对的国家。但近期美国等国加强施压，要求匈牙利国会尽快放行。而瑞典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松也在此关键时刻访问匈牙利，两国达成战机购销协议。外界普遍认为，瑞典即将获准加入北约的可能性非常高。那么，北约再次东扩将进一步压缩俄罗斯的战略安全空间。匈牙利总理欧尔班23号在首都布达佩斯表示，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的到访重建了两国之间的信任。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称，欧尔班的讲话可能会为匈牙利议会26号投票批准瑞典加入北约铺平道路。值得注意的是，匈瑞两国这次还签署协议，匈牙利将向瑞典购买4架鹰狮战斗机。虽然匈牙利政府否认此事与是否支持瑞典入约相关，但该国媒体认为这份协议是匈牙利谈判策略上的胜利。hadipari katonai megállapodást, komolyat a mi méreteink, országméretünk mellett. 按照北约规程，所有成员国必须一致同意才能吸收新成员。而在北约31个成员国中，目前只剩下匈牙利还没批准瑞典加入。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5月与瑞典同时申请加入北约的芬兰，已经于去年4月正式获准加入北约。外界普遍认为，瑞典一旦获准加入北约，意味着北约东扩又进了一步。有分析指，对俄罗斯而言，芬兰和瑞典入约后，其与芬兰间长达1300多公里的边境线将成为与北约的最新陆地边界。而且距首都莫斯科并不遥远，这意味着俄试图解除北约从西边迫近莫斯科1000公里的战略威胁未果，又额外增加了北向战略安全负担。此外，芬兰具有较强的军事基础，而瑞典拥有较为完善的国防工业体系。它的加入将为北约增加一支技术先进的军队，改善通往邻国芬兰的补给路线，同时有助于协助波罗的海3国的防御。历史上，北约早就想吸收芬兰加入，但基于芬兰模式及芬兰政府当时决定不挑战俄罗斯的外交思路，瑞典也出于传统地缘政治因素考量，一度拒绝加入北约。瑞典加入北约，当然对俄罗斯从战略上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态势啊。届时整个的波罗的海除了俄罗斯以外都被北约国家来包围环绕啊，也标志着几乎除了俄罗斯以外啊，包括一些东欧小国以外，大部分的欧洲的主要的工业国家都成为了北约国家啊。这个从态势上来说，对俄罗斯相对来说，对它整个国家的安全就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外界注意到，与芬兰一样，瑞典在入约之前就已经多次参与北约的联合军演。目前，北约正在进行的坚定捍卫者2024就包含瑞典指挥官和士兵，演习将持续到5月。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演习为冷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参演兵力约9万人，出动50多艘舰船、80多架战斗机、直升机和无人机，以及至少1100辆战车。北约声明称，演习将在针对一个势均力敌对手的模拟冲突场景中展开，显然指向俄罗斯。还有分析认为，北约选择在俄乌冲突2周年之际举行军演，意在对乌克兰表达支持的态度。但也有欧洲媒体注意到，在刚结束的德国慕安会上，欧洲多国都表示仅能对乌方提供确保乌军不至于崩溃的支援。事实上，在去年底美国援乌资金池枯竭后，欧洲国家也随之停止追加援助。北约东扩被认为是引爆俄乌冲突最终爆发的导火索。2月23号，在俄乌冲突2周年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视频讲话表示，当今世界存在着许多令人担忧的挑战和风险，俄罗斯军队的强大潜力和高度战备状态是俄罗斯安全及其自由和主权发展的保障。Сегодня дол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вооружения и техники в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ядерных силах уже достигла 95%, а морской составляющей ядерной триады почти 100%. Начался серийный выпуск новых гиперзвуковых ракет «Циркон». 俄乌冲突正式进入第3年，那您对此有何观察呢？主持人好，我还记得2年前的今天，我被新闻震惊了。我还记得那天我找了一个基辅城市街景的直播，我相信很多人无论支持哪一边，那时候大概率都和我一样
相信这将是一场很快就会结束的战争。很显然，我们都错了。按照时间顺序，我们首先错误估计了北约在欧洲安全秩序中的威慑力，也错误估计了俄罗斯以诉诸于单边军事行动的方式来维系自身战略安全的决心。然后我们错误估计了乌军的抵抗意志，从俄罗斯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巡洋舰的沉没，到近期俄军高价值 A-50预警机接连坠落，都向外界表明了这一点。但另一方面，外界也惊奇地看到，战事没有摧毁俄罗斯的经济，反而在今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对俄罗斯的年度经济增长预期从1.1%上调至2.6%。这也就意味着俄罗斯的战时经济增速已经超过了因为衰退而挣扎在1%左右的欧美7国集团。2年来，我看了太多的分析，包括我自己的一些分析在内，都认为俄乌冲突是冷战后格局的一个拐点，是俄方针对欧洲秩序走势的一次大博弈。但理想和现实差距不小。欧洲自2战结束以来首次大规模燃起战火，但欧洲的秩序格局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俄罗斯的战略困境依旧，甚至随着芬兰加入北约以及瑞典也将要加入北约，俄罗斯的安全困境更突出了。但是欧洲，尤其是北约成员国，就因此而更安全了吗？这也必须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战场前线后方以及国际舞台政治外交的冲突不断激化，各方在意志的较量泥潭里越陷越深。如果说俄乌冲突进入第3年证明了什么，那就是美国在欧洲的安全架构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与稳定。我以前在评论中解释过，为什么北约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或者说华约的解散而消失，因为北约不仅是军事同盟，而且是一种交换。美国提供军事安全保障，换取欧洲对于美国军事存在合理性和必要性的认可。换言之，欧洲需要的是安全，美国实际上需要的是霸权，即排他性的领导地位。北约其实从来都是欧洲和美国妥协的产物，俄罗斯更像是北约存在的标的物。讽刺的是，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俄罗斯领导人在冷战结束后一度转为亲欧洲，产生了所谓大西洋主义。但是现在看起来，俄罗斯和北约欧洲国家双方都是一地鸡毛。那您认为这场战争还要打到什么时候？我个人建议，不如换一个问题：这场战争的最终结局会是什么？首先是乌克兰，我相信不需要列出任何数据，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乌克兰正在失去自己的未来。这场战争耗尽了乌克兰的经济，耗尽了乌克兰最后的工业精华，甚至打空了一代人，让乌克兰民族真正做到了那个黑色幽默，为美国战斗至最后一个乌克兰人。而当最后一发炮弹、最后一颗子弹落下，无论胜利者是谁，乌克兰都将在欧盟和北约眼中成为失去价值的战略负资产。打输了一个被迫中立的乌克兰，在俄罗斯的压力下自然没得选。就算打赢了，考虑到当前7国集团2024年的经济预期，最高的美国才1.5%，最低的德国甚至可以到0.2%。外界很难相信欧美政治集团还有余力给予乌克兰更多实质性的帮助。其次是俄罗斯。的确，我刚才提到，相较于衰退的7国集团，俄罗斯表现出更为繁荣的战时经济。但问题是，繁荣的战时经济也可以是一种诅咒。它意味着俄罗斯正在滋养一个越来越巨大的军工联合体，它意味着俄罗斯的民用工业被不断边缘化，而战争不会永远继续。当战争结束，俄罗斯庞大的军工产能能否转化为民用工业？生产图 100M 白天鹅战略轰炸机的工厂能否生产俄罗斯自己的客机？生产 T90M 坦克的流水线上能否诞生远销海外的民用车辆？某种意义上，战争可以说是人类解决政治矛盾的终极手段。但当俄乌冲突进入第3年，我看到的不是矛盾的解决，反而更多矛盾正在隐隐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之上。